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爽。美军最近演示了快速龙计划，他们将因此有可能会增加几百架轰炸机。那么中国怎么办？据美国国防新闻网站报道，由美国空军战略发展规划和实验办公室领导的快速龙计划，上个月呢在靶场首次进行了系统级的飞行试验，完成了2次成功的演示。美国空军快速龙计划首次对 C-17A 托盘空控系统进行了演示，一次可以发射4枚导弹。该武器系统还演示了导弹在飞行过程中重新瞄准目标的能力。也就是说，美军用军用运输机发射远程巡航导弹之后呢，他就不管了，具体的目标指示是由其他的平台来完成的，比如说位于前线的战斗机、轰炸机、预警机以及天上的卫星，来为这些发射后的巡航导弹来指示目标，来引导他们，从而呢实现导弹发射平台与目标获取能力的分离。它呢将20多年前英国军方的某些人士提出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作为一个老牌核大国，由于它的战略轰炸机全部退役，就已经丧失了远程战略打击能力。因此呢，有些专家提出，能不能用买来的大型运输机把它改装成轰炸机使用呢？那么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运输机的货舱容积是非常大的，我在里面搞上几个托盘，托盘上放上导弹，然后呢通过降落伞把它们从机舱拖出去。飞机和这个托盘分离之后呢，按照程序依次把放置在托盘上的导弹发射出去，就可以实施远程战略攻击了。现在美国军方终于接受了这么一个概念，而且呢还把这样的一个系统研发出来了，起码是先导式的演示性的系统开发成功了。那么美国人为什么现在急着要开发这种新型的武器系统呢？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崛起，因为面对中国火箭军东风快递的威胁，美军部署在第1岛链、第2岛链的机场，在暂时将是没办法保全的。因此呢，它面临着战略轰炸机部署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而 C-17 这款战略运输机，它比其他的战略轰炸机有一个比较明显优势，可以在比较简陋的野战机场起飞和降落。目前美国的 B-2 隐身战略轰炸机、B-1B 战略轰炸机将要退役，而 B-21 中型中程隐身战略轰炸机的进展呢有相对的缓慢，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它还必须依托上个世纪50年代投产的 B-52 战略轰炸机来作为它的攻击主力。因此美军现在评估认为，在亚太地区作战，它的战略轰炸机数量将严重不足。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了 C-17， 因为 C-17 这款大型运输机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在一旦即将起飞，同时呢它拥有更大的载弹量，因为它的货舱容积非常大，装载导弹的数量会更多。通过投放托盘的方式，它就可以变成一款两用的飞机，既可以执行战略运输任务，也可以执行战略攻击任务。未来如果给他们配备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那么防御起来那个难度就会更大了。那么中国应该怎样应对这样的威胁？可以说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建立相应的远程警戒和防空系统，才能够对这些在我们防区外发射的导弹进行拦截，甚至呢对它发射这些导弹的平台进行相应的打击。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中型的战术运输机和
重型的战略运输机。那么这些平台也可以改装出能够搭载武器托盘的机型，从而让它们从运输机变成为轰炸机。第二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发展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在太平洋地区构建出预警和防空系统。第三呢，我们还可以发展中高空长航时的无人机，用这样的无人机承担预警甚至是打击任务。当然，还有人提出这么一个设想，能不能发展出中远程的地对空导弹武器系统？当然，它这个概念和我们现在讲的中远程地空导弹武器系统不一样，是吧？它是由中程弹道导弹改型而成的，射程能够达到几千公里的这样的防空武器系统，这样啊就能够拦截1000公里、2000公里外的敌方空中目标。这种可能有没有？我个人看法是有可能的，因为现在开发的一些机载的远距空导弹，采用的就是弹道飞行的方式。发射出去以后呢，不是先飞向目标，而是迅速爬升，爬到相当高的高度，在大气层密度比较小的地方，是吧？才俯冲攻击下方的空中目标。那么，如果把这样的武器系统变成地面发射的装置，那么也有可能实现打击敌空中目标的。当然，首先你要给它传输相应的目标信息，目标在哪个区域，它的飞得多高，然后呢，通过双向数据链的方式对它进行引导。而这样的导弹比较大，用一枚个头比较大的弹道导弹去打空中飞机，有没有可能？现在打航母已经实现了，打海上军舰已经实现了，但是无论是航空母舰还是水面的大型目标，它们的移动速度比较慢。那么打空中飞机呢？应该说，空中的飞机，特别是那些大型运输机、预警机，它们的飞行速度也并不很高，都是亚音速的。你只要弹头的机动能力比较强，是有可能命中的。矛和盾之间的交锋，促进了武器装备系统的发展。我想，无论是矛和盾，我们国家都会研究和发展，而且搞出的装备，不见得就会比世界先进水平差。只要我们努力认真，发挥我们国家的体制优势，就一定能够在新型武器装备这个领域开发出更加适合我们需要的先进武器系统，以保卫我们国家的安全，维护祖国的统一。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